和星星一起读书，系统学中华文化。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几百万年里，地球已经经历了沧桑巨变，但有一样东西却几乎没变，甚至我们到现在还能和原始先祖们共享同一份景观，那就是我们头上的天空。日月交替，斗转星移，几百万年前的人类就爱看星星，就和现在的你我一样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花了整整10期的篇幅，一起在三元4强28秀中漫游了一圈。如果你也看了那个系列，相信你现在也常常在夜晚认星星了吧。但其实从根本来看，这些星星都是毫无联系的独立存在的个体，为什么古人要把它们连出那么多星官，还要设计如此复杂的星象体系呢？最初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词：时间。从原始社会开始，时间就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时间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人们必须要找个参考物质，才能寻找到计时的单位。这个计时可不是我们现在掐个表就可以计时开始了，这个时还包含了年月日，包含了农时季节，甚至还包含了历史和未来。而不管在远古还是今天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计时方法都是源自天文。先民们发现，不同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，也就意味着时间的变化。只要以天象为依据，就可以确定年月日时，就可以排出历法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天文和历法这2个词放在一起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天文是天空的景象，历法是时间的安排。古代历法离不开天文，历法就是古天文学的一个部分。于是在结束了星空帝国的学习后，为了下一步的历法学习，我又仔细研读了张文玉老师的古代天文历法讲座。张文玉是从张汝舟，而张汝舟老先生就是中国天文学界的泰斗。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详解了计时系统、星象体系、24节气、历法推步等等一系列知识，信息量巨大，看完收获颇丰。可初学历法的我实在还有好多没搞明白的事，于是又继续研读了科学出版社的《中国天文学史》。这次的体验那可不是收获颇丰了，那简直是信息量爆炸。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，原来古代天文学包含了那么多内容，原来天文的发展那么坎坷，原来古人是这样认识世界的。因为意犹未尽以及一些还没解决的问题，我又继续翻阅了陈尊圭老师那本超厚的《中国天文学史》，再加上一些论文期刊作为补充，我现在感觉脑子里塞满了新知识，又多又杂，再不整理整理恐怕就要白学了。当然我也迫不及待想要与你分享了。但对于天文学的每一个点，如果我只是笼统的介绍一下，是不可能看清楚它的意义的。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发展历史，才有可能对它有比较成熟的看法。所以接下来我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栏目，沿着历史的线索，尽量系统全面地梳理中国天文史。因为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很有可能也是一位毫无基础的天文学小白，所以我不会细讲那些复杂的数据模型和计算公式，毕竟我也看不大懂。我会尽量用我的模型、我的语言向你讲述与我们生活更相关的知识。我想让你感受到我们的老祖宗有多么的聪明。我相信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才能真正从心底里拾起那份应有的文化自信。描述下未来的计划吧，大概会分成4个主题篇章。前2篇以历史为主线，按照古天文学的2个阶段，观象授时和历法变迁，来阐述天文学的主要概念。比如在观象授时篇里，我会帮你搞懂什么是阴历、阳历、农历、公历，什么是周历、阴历、夏历，什么是回归年、朔望月，什么是24节气，还有72候、24位、12时辰、天干地支、岁阴岁阳、黄道白道、昏旦中兴、天体测算等等等等。在历法变迁篇，我会帮你初步理解历法推算的奥秘，以及制论原则、平朔定朔、平起定起等制历技巧。我还会帮你搞懂虚假的古6历、神奇的4分历，以及历朝历代的改历原委。后面2篇是专题内容，一个是宇宙理论，
在这我会阐述古人认知里的宇宙起源、天地关系、天地结构以及近代的认知突破。另一个是天文仪器和天文台的介绍，包括圭表、日晷、漏刻、浑仪、简仪、仰仪以及历代的天文台发展。我会尝试让你理解这些仪器的神奇用法，体会到这些看似复杂的圈圈其实是多么的有趣。当然，后面2篇的内容很可能会在前2篇里按历史发展线索穿插着讲，反正怎么好理解怎么来，每篇的具体内容和安排就未来边想边做吧。不过由于知识点又多又杂，我会在这4个主题篇章前再做一个中国天文简史，用3期的篇幅简明扼要的按历史梳理一下中国天文学的发展。其实本来只想做1篇的，但由于信息量实在太大，还是不得已扩展到了3篇，也算给大家打个基础吧。相信各位看完这个小系列后，就会对中国天文学有个整体的概念。另外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的星空帝国系列，一定要记得先看哦，这可以算是整个系列的又一个重点专题了。毕竟古天文的一切都是由星象展开的，有了这部分的知识储备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展开更多的天文探索。哦对了，还有个星占的部分，应该有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吧。但由于历朝历代封建阶级的严重篡改歪曲，与星占紧密联系的阴阳五行理论甚至都变了质，已经成为一种伪科学了。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，我还是少讲这一块内容吧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探索。讲到这，感觉已经立了一个超大 flag， 估计未来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有的忙呢。不过一想到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，我就充满了动力。天文学发祥的地方，就是文化起源的地方。5000年中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天文学这个基地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。那么接下来就欢迎你加入我的天文探索之旅，我们一起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。我是国风学子木子欣，记得关注，一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